这是一块大块的修正板，超可怕的！它直接把我的这个石头磨一小块下来。其实修正石它也是有系数之分的，凹槽其实差蛮多的。它这边就有写说这一面是给比较时尚用、比较细的底石用的。如果你今天道具真的是破损的非常非常惨的话呢，没了，你是可以用这个来处理的。这可以是一块不出浆的石头，可是它这么快就被磨损成这样了。我说真的，如果修正底石可以这么轻松的话，我会常常想要修正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的回归之旅。上一集我们才讲完磨刀架嘛，那我们今天还是在讲磨光的东西，因为我真的踢到很大一箱啦。说到磨刀石，其实里面的材质啊、各种颗粒还有工法，都会影响到这个磨刀石的磨刀效率。以前我们也讨论过要怎么样去整平磨刀石。如果说你磨刀石是凹的话呢，其实你磨刀效率非常差，而且很可能在磨过程会刮坏你的刀子，然后磨刀效率也不好，因为你在磨刀的时候呢，没办法维持一个很适合的角度。所以呢，整平磨刀石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修正石。我们桌上有摆3款修正石，然后这个是我比较常用的，对，我已经用了非常非常久。那其实它已经快要不行了，其实我准备让它退役了。然后现在的磨刀石呢，其实都越做越硬，就很多很硬的石头，像刃质黑木啊这种的陶瓷底石呢，都会很硬，非常非常的不好修正。所以这种我现在觉得说它用起来非常非常痛苦啊。然后当我需要大量的修正的时候呢，它也不是那么适合。桌上还有另外2块，我们先讲这一块。是200系数的一个修正底石。那新手可能不太知道说，其实修正石它也是有系数之分的。毕竟你用太低的系数去磨世上底石，比如说可能到4000啊、6000啊、10000，会很容易破坏它的表面，然后因为磨起来的效率跟品质都会不太好。所以你在买修正石的时候，你还是要依照你的磨刀石的特性的系数呢，去选择你的修正石。那像这个就是一个200的，它是一个系数200的修正底石。拆开给大家看，其实可以看到说它这个凹槽是蛮深的，它这凹槽很深啊，像跟我这个2个凹槽摆在一起，凹槽其实差蛮多的。当然不是说这个凹槽就已经不够啊，还是它其实对磨刀石来说还是很深。可是它越深的话，代表说它可以用的越久。每次你在修正的时候，它就会一直耗损，一直耗损下去。那所以它可以耗损的量就会比它多一点。对，因为凹槽的深度不太一样，所以可以耗损的量就不太一样。还有厚薄度，厚薄度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。正常的状况下面呢，都是拿修正石去磨刀石的。你看你这样子磨，然后如果说你的手是抓这边的话，它越薄它就越不好抓，就越容易你会刺到你的石头边边，就会很痛，超级痛。这种比较厚的，你就会比较好抓。你看。就可以比较好抓，比较好拿。那你在修正的时候呢，就比较不会磨到你的手。这个厚度的部分是我觉得是需要去考量的一个点。修正石大家还要注意就是它的面积，这2块的面积就不太一样。这个的面积就比较小，它的磨的这一面的面积比较小一点。如果说是像这一块这么大块的一块石头呢，它就很好修正，因为它放上去的面积不会跟它差太多。可是这一种呢，它放上去的面积就跟它差蛮多的，对。那就是在修正的时候呢，当然效率会差一点点啊。2个面积是不一样的时候呢，它修正的时候的效率一定会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这一款莫广的 HW5G， 它这一款呢是使用钻石修正石，可以看到它上面是一个金属板，然后上面有镶钻石这样，有放钻石上去，然后它这个有附一个盖，它也是一个盒子啊，蛮好的，附一个盒子，对，就不容易坏掉。然后它也是2面的，它这一面也有。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呢，它这边有附一个这个是一个拨片，因为它可以换边呐，可以换边，对，就要用这个拨片去把它弄起来，然后换边，然后再卡进去。所以它在抓握的时候呢，它是这样子抓握的，它直接拿这个盒子来当抓握，所以它卡这个盒子卡很紧，所以它会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开启片。这一片拨片你用完了就把它塞进来，对，所以就这一盒带着走，没什么问题。它这边就有写说这一面是给比较时尚用、比较细的底石用的，然后这一面呢就是150的，就是粗底石，这个喷的有点不好，对，它是写粗底石用的，所以它一边的系数呢是150，这一边的系数呢是500。这一块的话，它就是大部分你几乎所有的磨刀石都可以用它修正，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然后这种钻石底石呢，它其实也可以拿来当荒底来使用，因为它削切力其实非常非常好。
所以你真的要拿它来磨刀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你今天刀就真的是破损的非常非常惨的话呢，没有，你是可以用这个来处理的。只是它的削切力非常的可怕，所以你要非常小心来使用。对，不要磨太用力，然后就挂了。这种石头做的跟这种钢板做的呢，有一点不一样。这种呢，它是会磨损的，所以久了之后呢，你在使用过之后，你可能还是要帮它修正成平的。你下次在修正的时候呢，石头才不会说是弯的或是不平，然后减少你的修正的效率。那像这种它基本上是不太会磨损，它会啊，而磨损的效率很慢。那等到它真的磨损了，它也没救。对，这没有磨损，它也没有救。所以你就只好去换一个。不过它应该是蛮久之后才会坏啦，所以不太需要担心。重点是它的效率很好，它效率会比这种石头的还要好很多。那当然价钱也比较高很多，所以你坏掉就是换一个很贵的价格。那由大家自己去衡量，就是效率啊跟坏掉的机会这样子。一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都是买这种就好了，买这种比较经济，然后你也可以慢慢去练习。对，那这种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真的需要比较大量的维修的人呢，或是这个磨到一境界之后，你再去买这种的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毕竟它真的比较贵啊。这个的话跟它比起来真是贵蛮多的，对，所以大家自己去考量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去怎么样去使用。然后这个我觉得蛮轻巧的啦，对，然后有盒子装也不容易坏，这样那贵有贵的道理。除了这2款修正底石之外呢，我这次还踢到一块超大块的，拿给你们看。这块超重的，这是一块大块的修正板，我把它拆开来给大家看。真的，这是开箱哎，哇，重又粗，哇！那这大概是我这一系列介绍墨广的东西唯一一个是中国制的。你可以看到它这是超级粗的一面，然后这一面是比较细的一面，这面比较细。那我必须要说呢，以墨广的东西来说，这一块的确它的做工是比较粗糙一点。像我这边，你为什么会磨到嘞？因为它就是不平整。对，这边它就是比较凸出来，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等于就是拿一块石膏板，然后上面我不知道是不是石膏板啊，反正就是这种大概这种材质，去贴一块砂纸上去。可是这样就很厉害啊！这样磨东西一定超有效率的，来磨磨看好了。这块石头应该看得出来，它是一个凹得很严重的石头，对不对？看到没？它是可以看过去的，对吧？这块它是一块凹得很严重的石头，像这种状况呢，就可以用这一面来处理。我磨磨看哦，我知道声音会很可怕，我把它消音好了。超可怕的，它直接把我的这个石头磨一小块下来。这一块真的是一个杀手级的东西，它把我这石头的边边都磨下来了。所以这个耗损很大，大家要考虑清楚，你要不要磨刀石变成这样的状况再来磨啊？真的，大家想清楚。对，我觉得尽量大家不要让自己的石头到这种境界之后再磨。那我们看一下被它磨到的地方，大家都掉一些小碎片下来了，超惨的。这上面现在都是我这块石头的小碎片，看，真的超可怕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磨出来的很粗糙，超级粗糙，可是就非常的有效率啊，的确是非常有效率。你看这边旁边都磨到掉下来了。旁边都磨到掉下来了，那这就是不得已的状况。那这一块真是拿来修整那个很悲剧的石头。那当然你的石头悲剧成这样，有时候换一块可能比较有效率，所以那块很贵啊。然后它已经不是修正底石，只是修正板。这块修正板它的系数是这一面粗的是20，那这一面相对细的是120的。那我是建议就是用120的这一面来处理就可以了。来磨看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对，它可以看到说它磨出来的，就稍微把它救回来一点了，可是还是很粗，可是就是很有效率啊，虽然很粗糙，可是还是很有效率的。那我觉得这是不得已的时候去使用的东西。像我之前拍影片，我还用钛，你去看那支影片，我还找童工来磨，对不对？
要磨超久才有用。那这个很快，这个超级快，这比瓷砖还要有效率很多很多。对，当然它就是很粗暴啊，就提供你一个选择啊。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瓷砖，其实瓷砖真的效率没那么好，那这个效率其实真的蛮强大的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用这2块来修正石头吧。那这块墨广的石头呢，我刚拿来磨了2只刀子，对，2只蛮惨的刀子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它修正起来状况怎么样。好，那修正石头我们就一样，先来画线吧。那我们就来磨吧。洗一下就可以看出来，就是只有这边，看一下，只有这边。那其实这样子修正非常非常快，我觉得这一块 PWA 的墨广石头有些是用 WA 材质，那 PWA 就是可以比 WA 材质更硬一些，所以它去处理 WA 材质的磨刀石的时候呢，会非常有效率。那我觉得这就是很好握啊，它这个就是很好握，比我想象中好握很多。比起这一块真的有时候握起来就是，你看我的手指会一直碰到这边，手指一直碰到这边，然后磨起来效率也没那么好，说实在的。磨差不多了，再确认一次哦。这样就修好了。那我们来试试看磨3000这一面。觉得一定之后会有人发明一个东西，可以很容易的去处理画线这件事情，一定会有人去做这件事情。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啊。那我们现在用这一块150的来磨磨看。哇，摩擦力好大！天哪，好可怕哦！这磨到我自己会觉得怕怕的耶。我不敢太失力耶，比起刚刚那个省力很多。哇，不会这样就好了吧？试一下。很扯哎，这样就好了哎，这效率也太好了吧？你看，你会看到说这边其实像这个地方就是有笔画在上面，是因为我一开始有用那个他们自己附的那一小块，把这边边边都先磨过，所以它会比较凹一点，是很正常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就剩下这边一点点没有磨到，这真的太快了，我觉得这真的太快，这消泄力很可怕，这个真的太快，一下就结束了。这个磨这一面也是，我靠，好可怕哦！这磨起来太快了，有点吓到我。我已经用150磨过，然后我现在就帮它换一片。我真的卡很紧。这一面我先换过来，换到500这一面，500这一面，然后把旁边磨一下，稍微把表面磨一下，很可怕哎！通常一般来说，我修正底石的时候都会蛮用力的，可是这个就真的要很小心，要磨2下就没有了。不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，这个现在很平，对不对？很利，来磨磨看，8、9、10，这个立刻就凹进去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立刻就有一条。看到没？这个大家用起来要小心哦。我们再来看这一面，看这一面现在这样哦，很利，4下就已经没有那么利了，对不对？看到没？这个消泄力很可怕，大家要小心，小心使用。对，我觉得贵的东西有贵的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它效率真的蛮高，这个我觉得效率真的蛮高的。墨广这一款钻石的修正石，我觉得就效率真的很不错，而且它有出500的，所以磨起来很棒。它对于世上底石这些来说的话，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，毕竟它有一个150跟一个500的，可以这样子去搭配。然后这个盒子也很好抓。因为觉得像那个擦白板的板擦，很像板擦，让大家回忆起小时候当值日生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来试一下传说中很硬的石头，好不好？这一块认知黑木的这一块，我觉得它非常难修正，
对我常常都很懒，所以它现在有点越来越好。虽然它耗损很慢，对，可是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我本来是想说我要拍这2个的比较啊，不过摸起来感觉就知道差蛮多的。对，摸起来感觉差蛮多的，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好比的啊。就材质不一样啊，整个工序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，一用就知道了，差很多。我现在先换到150。摸起来也是很不费力呀，惊人。一下就磨好了。如果修正底时可以这么轻松的话，我会常常修正。我说真的，如果修正底时可以这么轻松的话，我会常常想要修正它，这蛮爽的。才摸几下而已，然后这边也都处理，就剩下这边我通常会去再把旁边磨一磨了。你看到剩下这边有一点点，那都是我都先预磨起来的。对，那通常我使用的都是这一块，就比方说它真的修正的蛮快的。这一块应该蛮悲剧，我在想。我们先用150的先磨，稍微有一点点吃力一点点，可是还是比我想象中的快。细缝明显被填满了，那我们就要把它洗一下、刷一下这样子。这个我也把它先洗一下。你也知道刃黑不太出浆的，刃黑是一块不出浆的石头，可是它这么快就被磨损成这样了，其实蛮惊人的。对，基本上都磨掉了，这边还有一点点线啊。对，那都是我之前预磨掉的地方，可是中间这边完全都已经磨干净了。我们用500稍微把它磨一下吧。你看，刃黑这么硬的石头，它都可以很快让它出浆。而且这块板子，其实我刚刚用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稳定性是很够的，可是，在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它摩擦力有多大。你看，可以让刃黑出这么多的浆。刚刚那块没什么感觉，因为它颜色的关系，可是这一块就很夸张。这块因为颜色比较深啊，就比较看得出来说它是有在出浆的。刃黑之前正常磨刀子呢，它是不会出浆的。有看到？它就没什么阻力啊。它磨起来，大家嫌它手感差，就是因为它不会有什么阻力。然后它这边出来的几乎都是铁屑，这边几乎都是铁屑，不会有那个刚刚那种淡色的浆。用这个去磨的话，浆就出来很多，惊人。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，就真的是1分钱1分货。还是建议新手先去买这种，它单价比较便宜，它抓握起来是不错。但如果你有多一点预算的话呢，我非常推荐去买有钻石的钻石地，好不好？对，我非常推荐这种，真的用起来感觉非常的不错。对，修正起来会觉得很爽。因为我通常觉得修正石头是也蛮烦的，一些工作要一直反复的去磨它，然后也不像磨刀子之后会有一个爽感，就是刀子会变漂亮，没有，它就是变平而已，平了多少你也不一定看得出来。所以说很推荐大家去买，如果有预算的话，去买好一点的。那如果你的石头真的很惨的，就去买这块大块的。对，只是希望你的石头不要变成这样子啊，真的，拜托。平常就有好好的去修正你的石头的话，就不太会让你的石头碰到这种状况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订阅、分享和按赞，然后记得帮我开启你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。那也欢迎大家，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，或是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群组。对，我们 LINE 的社群里面有很多高手可以跟大家讨论各种有关食物啊、料理啊、道具啊、磨刀石啊、海鲜啊，或者是环境保护之类的问题，还有各种干话。对，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